大家可以随意参观，希望对你们未来工作上有帮助。当年，我代表肯帕迪理工大学参加全美大学生编程比赛，这是我的第一桶金。出国是你最正确的选择，也是最痛苦的。各位，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：所有的语义产品都有一个神秘代码。你们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易，欢迎大家来到语义天下。Hi, my name is 小易 ，Welcome to 语义。给，试着对他说语义，可这是个英文语音娃娃，他能听得懂中文吗？试试。语义，让世界听见中国。是的，让世界听见中国，这是我们语义的 slogan， 也是我们公司的理想。如其他上市公司的英文网站一样，语义的英文网站也需要公司概况、公司公告、财务数据、行情走势和股东股本最基础的构成。资料已经发到各位手中，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。谢谢。哎，不是说合作 IPO 吗？怎么变成配合建立英文网站了呢？这就是合作项目里的工作呀。IPO 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作呀。IPO，Initial Public Offering， 也就是呢，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招募股票。这我明白。接下来呢，按照 IPO 程序，语义需要向证监会提供一份招股说明书。只有招股说明书通过了审核呢，语义才能继续被允许公开募股。所以我们的任务其实就是翻译招股说明书。没这么简单。接下来呢，语义还需要继续向公众宣传自己，通过估值模型和市场供求进行定价。这么复杂啊？整个过程呢，包含了大量的文件，包含了公司概况、专业知识、专利、金融、财务和公司章程，还有法律法规等等内容。这么多专业领域啊！我们的任务呢，就是整理和翻译此次 IPO 进程中呢所有的文件和资料。了解了。所以今天的任务其实只是一个小 case。就我们这么几个人做得完吗？哎，别忘了，我们大科部可是这个，当初林希姐可带我们完成了不止一个 IPO 项目。好了，赶紧干活吧。肖总，各位，针对第一个阶段语义多语种网站的建设，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那合作愉快，保证让甲方满意。期待你们完美的方案。林夕，来了。要不要休息一下？
所以咱们那些头脑风暴的词儿都不能用，是吗？林夕，你有没有想过是肖一成故意在整你啊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为了让你服软，然后你们可以破镜重圆。如果你是肖一成，你会这么做吗？我当然不会这么做呀。他也不会。那你呢？你是不是也想和他重温旧梦，所以这么努力表现？哎，你还说话吧？你这笑太吓人了。翻译呢，注定是一门遗憾的艺术。我希望5年、10年、很多年之后，再想起这个项目的时候，遗憾可以少一些。行行行，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。不过我问你啊，甲方都已经 OK 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啊？我们是专业的呀，专业的就是要为甲方提供他们认知以上的结果。那如果想不出来呢？等应该。哎，你有没有想过换一个思路啊？怎么换？你看啊，我们现在借词已经借到了山穷水尽，那不如我们造词试试呢？你看，就拿冰岛语来说，在近代的时候呢，他们爆发过一次民族主义唇语运动，将一些外来词替换为本土词，但是本土词对一些外来的新事物呢描绘又不够准确，所以他们就开始自己造了一些词来表达，比如说像冰岛语的心理学 suffrage， 其实就用 so 和 fragile 来代替的。语义不是想让世界听到中国吗？如果将两者结合在一起，造一个新的词呢？比如ability。 ability。对啊，你看我的想法是，它这个把语义的 slogan 本身当做一个 logo 来做，给企业形象直接定一个图腾。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还偷听别人说话呀？第一，我在自家的露台上；第二，你们讨论的是公事，我作为甲方还没资格听吗？还是说你们在聊什么我不该听到的东西？那你说我刚才说的那个 ability 怎么样？不错，这个思路很新颖，值得考虑。还是懂行的哈。但是，还不是我心中那句话。李希，你觉得呢？确实，象形的意义是有了，但从传送度还有英语本身的含义上，是有缺憾的。没事儿，我们回去再想一想。好。公私分明是一个成熟男人的基本素质。背后议论别人是幼稚的表现。哎，哦，对了，林夕，马上10点了，你可以过来处理一下你的私事。不是，你俩有什么私事啊？过去的。不，林夕，这都已经10点半了，很晚了。你要去哪？哦，对，就在这边。哦。好了，来，先把你抱起来。哦，再给爸爸发个信息。林峰，我把三公主的照片发给你了，你看看。亲爱的希姐，之前送去的时候赶时间，没来得及给三公主洗澡，可以拜托你帮三公主洗个澡吗？感谢感谢啊。洗澡的话，今天也挺晚了，我明天看看吧。主要是怕把您家给抽着。肖一成，能在你们家洗个澡吗？啊？我说狗。哦，在那边。
谢谢。走喽，洗澡喽，香香。真乖，在这乖乖待着啊。我们来洗香香哦。哦，这个东西没拿。哦，谢谢。帮我把门关一下。三公主，我们洗香香啦！来，干洗干洗 ，SPA 级别的，好香哦。信达雅，这里面都有了呀。怎么，甲方一个都看不中啊？还是不满意啊？哦，对了，Simmons 的故事你听说过吗没有。？100多年以前，上海来了一家美国公司 Simmons Company， 是做弹簧床垫的公司。啊，你知道当时中国人用的床是什么样子吗？棕绷、藤绷。还有更差的那种木板床。所以，弹簧床垫对中国人来说是个新鲜事物，很多人根本就没有用过，根本就不知道。这家公司为了快速打进中国，就用了一个匿名征稿活动。匿名征稿。这在当时啊，可是一个很大的广告营销活动吧？你知道哪家公司最后赢了？你就告诉我吧。西蒙斯啊！这名字翻得绝呀，不但语音非常贴切，而且也符合中文语境，让人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啊，一定能睡个好觉。是啊，西蒙斯现在已经是专业用词了，这就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英语翻译，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所以您的意思是，语义的这个 slogan 也可以有更深的含义？这背后啊，可能还有其他的故事。童总，不好意思，我想来找找灵感，就让毛毛把我带过来。没关系 ，slogan 的事儿还没有头绪啊。你休息好吧，跟我走吧，我给你看样东西，说不定对你有帮助。